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桌上有可爱的刺猬哦。我做这个刺猬包真的做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做第一支的时候，我有一点设计完之后有点不知道怎么着手，因为我想要做出这种立体感，然后不想要太扁平的那个设计，而且啊，在它的这个刺的这个一层一层中间呢，我还做了一个口袋，你看，然后呢，本身它这个就是可以装东西，然后有多一个磁扣可以把这个袋口扣起来，后面还有一个单滚边口袋。那最主要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呢，我就是不想要做的太没有层次，就不好看。然后呢，就这样一只一只这样每一个颜色，然后就这样一只一只做起来，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因为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就像这样子。好，拿起来就这样背在身上，你就是带着一只刺猬出门，而且它还有可爱的小鼻子，好，所以我做了不同的颜色啊，然后那个感觉都是相当好看。然后后来我第一支做的是这个，我用一个比较大的磁扣，后来发现太大了，我后来都改成比较小一点的磁扣，因为它的袋口啊没有很大。所以呢，其实这种比较小一点的磁扣就可以让我做了咖啡色、黄色、紫色，还有这个藏蓝色、跟灰绿色、跟黑色，然后真的是各个好看，太可爱了。像这样子真的是，而且越做越美。我觉得就是说我一只一只这样做起来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啊哪边，因为我就想说我要告诉你们说，怎么样做你才能做出这么立体，然后又这么好看又实用又特别的一个刺猬包包。那这个包包呢，这个口袋就是可以干嘛？可以放手机啦，还是可以放卫生纸啦，还可以放你任何想放的地方，它可以完全的收纳进去，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呢东西掉出来，然后要拿也很方便，直接你就可以手机这样放进去。好，然后呢里面你当然就是放这个小钱包，可能长夹你就没有办法。那像的小钱包啦，还是一些奢息啦，还是什么whatever，你就都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拿起来也不会变形。好，虽然它有点扁，但是呢，使用上可以装的东西也不少，所以我才会设计了前袋、后袋跟中间这个本身这个袋身哈，所以就是超可爱的。我今天就要教你们做这只刺猬，因为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就是我自己好喜欢呐。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刺猬呢，我们现在要来做，我就要告诉你们要准备哪些材料。它的版型有点奇怪哟。好，我们来介绍它的材料。首先就是这个背带，背带就长长一条，这是里面最不值得一提的，就是长长一条的这个背带。然后还有低循环的带子，我也是留的比较长一点哈。然后还有它的脸。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身体，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如果你有跟我买材料包，然后有纸型的时候，这只刺猬呢，它有3层，对不对？它好像这样有3层，好，1、2、3、4，总共4层哈，1、2、3、4。你最好在剪了每一块之后呢，你就在上面呢做一下记号，说它是1还是2还是3还是4哈，1、2、3、4。那它有上下两边，所以你要做好说。比如说你要写1的话，那你最好就是说你写一个像这样子，这样你才知道上下的关系哈。后面也是一样好，然后就是2片，它有一个表布跟一个贴边啊，上面看到的都是表布，后面看到的都是贴边，那布都是同一个颜色哈，这样你的背面呢就会比较好看，就不会看到这个里布哈。如果你没有烫得很好的话，才不会说像这样子会马上看到后面的那个颜色。所以呢，1、2、3、4有4层，对不对？那我们这4层呢，表布、贴布衬、贴边不用贴布衬，后面这里也要贴布衬哈，所以就是表布都要贴布衬。那因为后面的颜色一样，它是贴边，那贴边我上面纸型上有标注是不用贴布衬的，好，所以像这样是第1层，然后这是口袋的部分，那口袋就是跟这个后片好放在一起，好后片就长这样，一只刺猬就长这样，然后呢第1层，然后再有第2层，
那第二层呢？你看我这里就写2跟一个特，有没有？就注音符号特，那你就是把它自己标示出来。这个是贴边特，我就写特哈，它是不用贴布衬，但是呢，它的表布2就要贴布衬。好，所以第一层、第二层，好，然后还有第3层的贴边跟第3层的表布，那基本上它就会像这样1、2、3，然后4。这样子1、2、3、4去组合，然后还有它的脸，就像这样子，我们就脸，然后1、2、3、4去组合。但它的版型就是有点奇怪，我们是一层接一层的哈，所以它就是因为它有4层，如果你每一个版型都做到顶的话，它这个身体的侧边会太厚，所以呢，我就是有稍微这样子，这个版型就是有设计过哈，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版型在画有一点点难度。那等一下再做的话，只要你有把记号呢1、2、3、4做好的话，问题会比较小。然后呢，里部呢就是像这样子哈，里部因为里部呢不需要这后面刺刺的，所以后面就是切齐，前面脸也不需要，所以前面就是画圆，所以它的版型呢就是蛮怪的，有很多张啦，就是每一个部位都有它专属的版型。那这个单滚边口袋呢，就是最简单的，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拼接，我会教你们怎么样做出一只可爱的刺猬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只刺猬了。当然它辛苦会有代价的，虽然它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做起来真的太可爱了，所以大家就是要耐着性子哈，慢慢的就一层一层的跟着我一起把这只刺猬生出来，好不好哈？要有信心哈。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我刚刚先把这个背带的地方呢，先把它缝起来，因为这个背带就是之前我们教过好多次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把D形环的布料剪长一点，就是你把它剪长一点，等一下会比较好车哈。当然我的版型会画出适当的大小，但是我觉得你们就是做长一点，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剪短就好了。好，就这样把它折起来，就跟背带的做法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这样剪一个长长的，好，然后就备用。好，就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这个脸是最后的哈，先不要理它。我们先来把第一层跟它的贴边呢，2个先把它车起来。车的时候呢，上面的这个斜度，上面的这个都不要车，我们只要车这个锯齿状的地方就好了。这个贴边这个布衬没有缝好，没有烫好，来，好像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车起来，车一个锯齿状。好，最尖尖的那一段尖尖的那一个点一定要车到所以就是这个点一定要车到。要转弯的时候，针在下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旋转那这一针我们就要车到。前面的这个尖尖的这一针也是要车到哦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会在这边练习车这个锯齿状，因为刺猬就长那样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些刺刺的车起来应该就是老鼠吧对不对？好，我们锯齿状车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车第二个锯齿状。好，那第二个呢，它长得就比较怪，它的贴边呢，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比较大的，所以你上下一定要自己去注明。那我自己的话是用那个数字反正数字它有一个上下嘛，只有1没有，所以1我才说你要画一个这个底，你才知道上下是哪里。然后我们就是一样把这个贴边对好，然后呢就可以把它车起来了。那这个的话也是上下这2条不要车，我们车这个锯齿的部分就可以。那这个锯齿对新手来说呢，最难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要什么时候让这个针车停止？好，那这就是你要练习的那个功夫啦所以说你要让它不要一直车过头你就是速度可能自己做调整。或者是到最后快到的时候，就一针一针慢慢的车，
那我们就像这样子一针一针的，一个三角形一个三角形这样车起来。好，还有第3层。那第3层呢，也是长得不一样。刚刚第2层是表布比较大，然后贴边比较小，对不对？那第3层是相反，表布比较小啊，贴边比较大，好，就是像这样子，好，所以因为它是怎样，它是贴边加上那个口袋，好的那个布料跟带布在一起，所以它就会那个贴边就会比较大，因为它是贴边连带布呢连在一起，那也是一样，上下不能车，我们只要车锯齿状就好。那这个花的时间就是在这边车锯齿状，但是你一定要层次够多哦，那个感觉呢，这只刺猬才比较活灵活现哦。所以我说真的，我真的蛮喜欢做这个小动物们，真的。做小动物，做一般的包包哦，做完之后，然后做一只动物，你就会觉得，感觉好可爱，然后就会，其实我真的是做了不少动物了嘞，但是最常做还是什么猫啦、兔子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啊。其他的话就是有时候平凡的袋子加个猫耳朵，就可爱就会觉得那个东西马上变可爱。好，我们现在只车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开始剪牙。把多余的缝缝剪掉，所以你们一开始呢，在剪这个的时候，它的版型虽然是锯齿状，你可以跟我一样剪，这样有一点直接过来，然后到最后车完之后，我们再来把多余的缝缝剪掉就好了。那剪掉的时候呢，你要顺便怎么样，也要剪牙口，牙口要剪到这个那个凹凹的那个点，所以就是小心不要剪到线。那其实我剪这么多呢，我还是有剪到线。那剪到线的话，它就会破一个洞。等一下你翻到正面，它会破一个洞。你再把它翻回来，把它补起来就好，就是再车一次就好了。因为像那个颜色，有时候好像黑色啊，还是比较深的颜色，你就有时候会比较看不到线。这个老花眼眼睛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会比较看不到那个点，然后你就是剪的时候要小心啊，万一剪过头了，剪到线了怎么办？我们就是再给它补车回来，就是在那个线条来补车。好，我们剪成这样之后呢，我们再来把多余的缝缝剪掉，就是这个刺的地方、尖的地方呢，我们把缝缝修成这样，这样呢，你等一下翻到正面的时候，它就不会太厚，好，就把它缝缝多余的剪掉。那剪的时候一样哦，都不要剪到线哦，也不要剪到你自己的小手手，剪一剪之后变成九指神盖了。好，这样子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来。翻到正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指头放大拇指放进来中间，然后这样子把它稍微折一下，然后就回一个，再来第二个，一样，这样有点像鱿鱼耶，好，第二个。就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翻过来，但是你可以先不用那个很仔细的去翻每一个角，我们全部都这样翻过来之后呢，再一起用锥子，好像这样，再一起用锥子呢把它挑尖一点，好，那你小心不要把缝缝的那个线给挑出来，我们就是爱站在的，你的那个力气要比较刚好，不要太用力，好，这样子。就这样慢慢把它挑出来，好，这样子这一层就好。那这一层就是第3，老3，好像这样。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用熨斗先把它烫平。那熨斗我们可以从背面，就是没有贴布衬的这一面，然后垫一块布把它烫平，或是说你至少正面呢，你垫一块布把它烫平，这样呢布比较不会反光。接下来的这第2层跟第1层都是要这样做就是要把这个缝缝呢剪掉。那我都会这个时候就顺便剪进去也可以。好，其实我还会这样子剪呢。正常是像刚刚那样剪啊，这个是比较。想要一次都是左边，一次都是右边，我就会这样剪。好，
然后剪完之后，多余的缝缝再剪掉。我这个地方布衬没烫好之后哈，要来给它烫好一点，像这样子，每一个角都要这样子处理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在哪？1、2，还在这里。这个是第2层，每一个角都要像刚刚那个第3层一样处理。所以说它难也没有很难呐、我也是觉得，其实像这种东西最难的哈，就是在打板哦。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纸型呢，一层一层的把它叠起来，然后让它产生一个那种刺猬的这种立体感哈、可能是，然后那个版型要怎么样缩减，让它叠起来不会太厚哈、大概就是这样。好，再把多余缝缝剪掉。所以我要剪给你们看，就是说我这里没有打算要快转，就是要告诉你们说，花的时间大概就只有这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哈，但是这里是最单纯的，你就是把这个角角车出来，然后呢把缝缝剪一剪，把牙口剪一剪，好，一样大拇指穿进去，然后呢翻过来。每一个哦要很认真，好，都要把它翻过来，然后再用锥子把它挑起来。那你不要挑的太表面哈，这样布很容易挑破。你要把锥子哈插进去这个布的中间，然后呢，利用这个锥子的这个边缘呢，把这个角角给挑出来。哦，你不要用尖尖的这个前面这边弄，你就很容易把布挑破，哦，或是说挑出那个它的经纬纱出来。好，这样子，只要你有剪牙口哈，这里就不会背住哈。所以你牙口，如果你觉得有点背住，就是你还剪的不够贴，你就可以再把它剪贴一点哈。好，这样子。每一个都是像这样把它弄出来。那熨烫的话一样，先从背面把它烫扁，再从正面放一块布哈，再把它烫得更扁，好。好，这样子就有3层了，好，1、2、3层。那这个等一下我们烫完之后，把它烫扁之后再来继续车。接下来我们现在先来车那个口袋的部分，就是后面的口袋的部分。那后面口袋的部分在车之前，我刚不是说这个锯齿状我们都是最后再来车吗？好，最后再来把它剪开。但是这个上方的地方呢，我们先剪，像这样，先把它剪好。然后呢，把后面的这个口袋，然后它有一个那个放低循环的位置，好，你也要先把它做出来。这个我都有先做记号，我都有画浅浅的记号哈。你们可能在荧幕上比较没有看到，但是呢，我都有画一个简单的记号。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口袋呢，单滚边口袋放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呢，你单滚边口袋的上方，你可以先像我一样用平的。好，就是先剪平的，最后再来把它锯齿状剪出来。那我们就先来车这个口袋，好，来口袋，我们单滚边口袋呢，这个开口先把记号线做出来，先来做单滚边口袋。那我这次的单滚边口袋呢，我是做正面看不到压线的，看起来比较细，比较质感好一点。好，我是做正面没压线。那我们先把这个车起来之后，来剪那个 Y 字口哈，把这个口剪掉，剪这样，然后长长的，然后再好。那这个上面这个 Y 呢，都一定要剪到那个什么，剪到那个边边的这个角角哈，要剪到，像这样。那小心也是不要剪到线了哈。然后再过来，那等一下我就要去用一下熨斗哈，因为这个不用熨斗了，
不行，那我们就把它翻过来。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单滚边口袋的这个厚度呢给烫出来。好，那我先来去烫咯。好，我们烫完回来了之后呢，就会看到单滚边口袋，你要烫像这样子。好，就是它有一层口袋，要把它烫上来。好，就是说你烫上来的这个厚度呢，就是刚好是你刚车的这个厚度，这个高度哈，然后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单滚边口袋，然后这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就是你刚刚剪的那个 Y 字。那我们就先从单滚边口袋这里开始车。那我们这次车呢是正面都不要有压线的，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左右两边这两个小三角形呢，先把它往左右，把它往边边拉，然后先把这个三角形，也就是这个高度呢，我们先把它固定起来。好，回针先固定起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好，稍微往外用力拉，哈，这样它才不会看到这个缝缝跑出来。把它拉出去车，不是拉那个三角形哦，是拉这块布哈，这样它的边边就会比较好一点，好看一点。它车贴一点就会看不太到这个下面的那个缝缝。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下面这一层呢往上翻，好，把下面这个表布往上翻，你就会看到这个缝缝的地方。我们把这个缝缝的地方呢，把它车起来，车在那个线上哦，好，这样正面呢，你就会看不到压线，然后又可以固定住。接下来我们就把后面这块布呢，它带布有两块，一块是比较长一点，一块是比较短一点的。长一点点的就是要拿来做这个有这个带口的地方，短一点点的就是直接覆盖在它的后方，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因为正面不要压线，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覆盖好之后，再把它翻上来，来车这个缝缝的地方，把它车住。这样子呢，你整个口袋呢，就是正面都看不到缝线，但是你已经有一个口袋。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袋子的四周车起来。那你在车这个袋子四周的时候，我会请大家尽量往内车啦，哈，就是你不要车进去，但是你缝缝不用留太多，哈。好，我们先这样子把它车起来，然后把多余的缝缝剪掉，哈。这样你的这个刺猬呢，比较不会那么厚重。但是我还是会留，就是说你先留大一点，然后车完再把它剪掉，哈，这样会比较好车。如果你一开始就留小小的哈，然后在那边车的很辛苦哈，所以就是宁愿多留一点，然后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剪掉就好了。那下摆呢，把它修好，因为我都会先把它剪成四方形啊，最后在一起多余的缝缝再把它剪掉就好了。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锯齿状的地方把它车起来，把它固定起来。这时候呢，我们带布呢，多余的带布再把它剪掉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对得太辛苦哈。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候车完，然后再来把它剪掉就好了。那就跟着这个弧度跑。像这样，好，哇，在用的时候都不小心勾到线了，真是的。穿个线哈，诶，我有那个小鸟的那个，哎，我的小鸟嘞，诶，我那只鸟跑哪去了？我有一个小鸟的穿线器，啊，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不会起哦，好过了。好，
这样子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接这个，我们来车这个什么低循环布哈，要不然等一下会忘记。先把这个很长的呢，我先给它剪成一半，好，因为我们有2个低循环。那我们这个低循环呢的下面的形状会比较奇怪。本来如果我们的包包如果是平的话，我们的低循环呢通常下面也都是平的。那这个包包呢，因为它是刺猬嘛，那刺猬是有弧度的，所以我们要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说，有一点点斜度，所以呢，你就要跟着这个斜度跑。好，像这样，我给你们看它。也就是说，你要放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的包包呢，上面是要直的，对不对？我们的绳子要直的，那你就会发现这里是斜的，所以我们这里要把它剪成斜斜的。好，像这样把它剪成斜斜的。那这个斜的弧度呢，就是刚好这样子垂直下，这里是垂直上来，然后这个斜度要跟这个刺猬的尾巴这边平。好，所以我们就这样把它装上去。那你这边剪的有点斜的时候呢，等到你包包做好的时候，它翻上来，它就会变成直的了。有没有看到？就像这样子。所以同理可证，这边也是一样哦。好，只是这边因为它是头的部分，所以它的斜度呢更斜了。好，它这个斜度更斜了。那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子比。好，那当然我纸型上面都会画出那个斜度，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剪。好，像这样子直接在这边比就好了。好，那你就知道你的斜度有多大。然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这样子放上去，不要放错边哦。不要，你应该要这样放，你不要放成另外一边哈。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斜的角度，不要放成，就是不要放错边了。你现在叫我熊示范放错边，我也不会放，蛮好笑的。好，然后就像这样把它车起来。然后呢，等一下这2个，你看它现在是长这样，对不对？但是车好的时候它就会变直的了，有没有看到？好，车好的时候它就会变直的，所以你要去应对它的斜度，这样后片我们就是备用。好，接下来我们来车这个前面这个一层一层的地方。好，那前面这一层一层的地方，相信很多人就想说啊，大小不一样怎么拼起来？那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怎么拼了。首先我们把这个是第一层、第2层、第3层，然后这个是脸，对不对？好，这是脸，然后这个是第4层。好，有这样1、2、3、4层布。我们先把第2层跟第3层拿出来。好，你把第3层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贴边呢，就会跟第2层就会跟第3层的这个贴边呢，跟这个第3层的表布啊，第2层的再说一次哈，第2层的贴边会跟第3层的这个表布呢，它的弧度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把它对在一起车起来。第2层的贴边跟第3层的表布，好，你就这样把它车起来。所以你上面做这个号码是不是有点重要？你才知道你是要哪一层接哪一层。然后车起来就会像这样子，这样第2层跟第3层就已经接起来了。然后再呢，再把第1层的布料连贴边跟第2层的表布。这时候你要把第3层的里部往后放。好，我们这个弧度也是一样的，也是把它接起来，很神奇吧？好，那它的弧度一样呢，但是长度却不一样哦。我们这个第一层的这个长度呢，会比第2层长一点点哈。所以你就是爱好一些夸痛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第1层的这个刺的它会比较高，第2层的刺会比较低，所以呢它这里的长度会不太一样。那你就是以它的下巴为基准哈，这个刺猬它的鼻子在这里，这里是它的下巴，以下巴为基准往上车。好，注意哦哈，它不一样长，你不要说不一样长，我硬是吃针把它吃的一样长呢，
哦，不是这样子哦，哈。好，我们再来把这里车起来。好，这里车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车它的脸了哈。那车它，哎，我这个弧度是不是车的不太一样？弧度要一样硬是把它拉过来，真是愚不可及。我们弧度要一样哦，那个缝份弧度要一样。当你发现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跟我一样哈，把它拆掉。好，我们弧度要一样。好，要让它两片呢是对称的。好，就是都是一样这个弧度。好，那我们有弧度的地方呢，就先剪牙口。好，牙口不要剪超过于你的完成线哦，哈。所以你也可以从背面剪哈。然后呢，我们就来把脸跟这个身体呢，把它接起来。那它是不是第一片会比第二片还要长一点？没关系，我们就从第一片的最边这里开始车，好，这样来一把。然后呢，因为有剪牙口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怎么样，把它缝份张开，然后顺着这个弧度呢，慢慢的车过来。那如果你觉得牙口这样不太好翻哈，你就多剪一点，好，让它的这个可以顺利的张开来。然后就把它的头呢，从头顶到下巴，好，把它车起来。好，车完就会像这样子，哇，加上脸就很可爱了，对不对？好，现在第一、二、3跟脸都车完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来车第4层，但是在车第4层的时候呢，请你先，因为你知道吗？这样一层一层去叠，你很容易布料造成有误差，好，就是这个距离会有误差。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防呆的动作，就是先把后片找出来之后，把第4这个是第4片哈，把它先对好，好，先对好，不要让它跑，不要让它差太多，先把它前后这样对好，就是它的每一根刺啦。尽量的，好，我们尽量把它稍微对齐，好，就是让它刺的这个部分呢，先把它对齐好。接下来呢，它的头这里是会跑出来，我们再把1、2、3层把它叠上来，这样自然而然呢，你就会知道你的第4层跟第3层的这个距离。那通常啊。如果你没有车的太离谱的话，你打开的时候，它带部会是在一起的。有没有看到？这是第4层，这是第3层的带部，所以你把它叠好的时候呢，你的带部其实就是不会差太远，好，它是会叠在一起的，像这样子。这时候呢，你就用强力夹把它们1、2、3、4层全部夹在一起，这边也是一样，1、2、3、4层把它夹在一起。然后就可以把它拿过来了，这样你的前片呢就可以把它固定起来。那我们要怎么固定呢？首先我们这里不是会有一个口袋吗？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口袋不要说你只固定下面，这样你的口袋袋口太大，东西很容易掉出来。所以我们从下面的刺倒数第2根刺呢开始固定，回针。顺着这个刺的把它车起来，然后顺便把下巴这边也车起来，这样子。然后呢，再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带部呢车起来，车到上面来。好，最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一层一层的地方把它固定起来。所以我们要从最下面这一层稍微固定一下。再来是第2层，再来是中间这一层固定一下，再来是最上面这一层不用固定没关系啊，因为这里的那个层次哈，比较这里下面没有那个布料，对不对？层次比较大，好，我们就不用固定。但是这样整只刺猬已经有一个口袋，不会跑掉了，对不对？
像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把它翻到后面来，再把最上面这一根刺刺的剪出来。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你也可以先去把它烫扁，然后我们再来把眼睛缝上来。好，当我们把一层一层这样子缝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它眼睛要先缝啦。如果你们眼睛没有先缝的话，等一下你整只组合完的时候呢，就会没那么好缝。所以一开始你在贴衬的时候，就要把眼睛的位置呢先稍微做一下。好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看一下你眼睛想要缝在哪一个位置。甚至说你想要把它缝成一个眯眯眼，还是在笑的眼睛，用绣线去缝都可以。你也可以帮它画个腮红，缝个嘴巴都行。总而言之呢，我是用这个黑色的这种平扣哈。这个扣子我是去定做的，就是它不会说缝起来像凸眼怪一样哈，它是比较平扁一点的。这个眼睛，那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那种会有一个眼珠子在中间跑的那种，就像这种，除非是要故意做的很逗趣的那种包，要不然像这种包我不会喜欢做那种眼睛会跑的哈。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也可以缝不一样的眼睛哈。好，我们在眼睛缝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刚刚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做出这个低循环的位置？那低循环的旁边，低循环部的旁边过去大概0.5公分，就是袋口的位置。那我们现在这袋口的位置呢，要来把它重叠上来。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把袋口位置画过来前片，这样你才知道你的那个袋口两边的位置要在哪里。好，就做一下袋口位置。那这个纸型上啊，就是我提供的材料包呢，你们如果有跟我买材料包，我提供的纸型里面都会有这种相关的位置，你们可以把纸型拿出来放上去，然后去画啊。如果你纸型一时间好像我这样子纸型没有在手边的话，那个低循环旁边的就是袋口位置。那我们袋口位置呢，我们就先来车这个袋口的地方。好，那车袋口的地方呢，就是按照这个曲线去车。我们先从后面来车，因为后面比较好车。好，从后片先车，前片要跟你们讲一下怎么车。好，我们把这个里部呢跟表部合在一起之后，你看我里部也是都先剪一个弧度，有没有？然后最后再缝份一起剪。那我们就要从袋口位置车到另外一边，好，不要全车哦，好，冷静，不要乱车，好，像这样，先把它车起来，那就是跟着这个弧度跑啦，跟着这个角度去跑。那如果你喜欢它的刺呢更刺一点，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刺加大哈，就看你个人。这没有说什么一定说每一只刺猬都长不一样嘛哈，所以没有说一定你的刺呢要跟我的刺一样哈，你也可以自己画你喜欢的这个角度。好，我们现在这样，然后就到袋口位置，这样子。好，然后呢，把多余的布这里后面看得比较清楚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那一样剪牙口剪进去。哦，这里这样没车好哈，这个就算没车好，我们要这样子车，因为有时候你在正面哈，布的颜色比较深，会看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楚。那你可以从后面，我们再来把它补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刺的地方哈，这个把它每一个刺呢要利落一点，好，然后呢再把这个剪过来，然后多余的缝份就是都剪掉了，像这样子。
样子呢，等一下我们翻到正面之后呢，一样要先去烫一下那个，先去把它烫平，之后呢会比较好车一点。好，因为我都在这边K 来 K 去的，所以我的线就真的很容易掉下来。因为我本来如果不是拍影片的话，我会在旁边剪因为要拍影片，想说要置中有没有，我就会在中间剪，就很容易 K 到我的线了。真的是，开个灯好了，开个灯比较看得到那个洞，比较好穿线。果然呢。好，穿完线，因为之前有人说这样子看不太清楚那个缝线太亮了，好像镜头会反光，所以后来都把灯关掉。好，我们这样子缝完之后呢，就要来车另外这一边。好，另外这边呢就会觉得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另外一边你会觉得比较难，是因为呢，你看这里的刺都已经一层一层了。好，等一下我们就要车刚刚好在这里。刚刚好说，你这样车过来要沿着这个边边车过来之后又要沿着这个边边车，所以你会觉得比较难一点。那幸好呢，它有一个厚度有一个厚度，所以你可以摸着去车，就可以一边摸着一边去车，所以就会也不会难到说真的车不了。像这样子呢，你可以摸一下，可能说我今天这个啥布衬的位置可能会跟前面这个立体的位置不太一样，那我们要以立体的这一层已经车完的这一层为主，不是以布衬为主了所以在车的时候就会变这样，摸一下说你的线在哪里，然后呢沿着它的边边车它会有一个厚度然后锯齿状到这里第二层的时候，我们又要沿着这个边边车。你可以自己先画线就说我要画在我靠着，我把这个笔靠在这里会有一个厚度我等下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转弯所以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去车。好像这样子，然后再车到哪里呢？车到我们缝指点。好，那我们车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检查一下，看你有没有刚好到这个缝指点的这个边边。你可以像这样子摸摸看，有没有刚好到这个边边。那像我觉得这个锯齿呢，我想要再车深一点，你也可以再把它往内。假如你觉得你想要深一点，你可以像这样子，往内车一些，然后再转弯，这样也可以。就是说这个锯齿呢，你都是可以微调的。那什么东西是不能微调呢？就是这个距离，你必须要跟这边的距离要是一样的，你等一下才对得起来。这个距离要一样，才对得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车完了之后呢，一样要来剪牙口。喂，剪牙口。那它有很多层啊，你可以分层去剪然后再把它翻到正面来。好，那我们等一下翻到正面之后呢，我们一样去怎么样？先去用熨斗稍微把它烫一下，这样子等一下呢会比较好做这个磁扣的记号线。所以我把它翻到正面之后呢，我就要去烫一烫咯。我想翻的时候过程要给你们看我怕你们不会翻就是像这样子，把这个每一个角角呢，刚刚是想说刚已经翻了一大堆锯齿状给你们看，后来想想这个地方你们都没有看到说车出来为什么要靠这个边边就是像这样子翻起来，这里会有一个洞，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把它缝住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说你这里可以缝深一点，这样这个刺会比较明显。那为什么我不要车的太过尖，太过就是太直接呢？因为我觉得刺猬就是要这样顺顺的比较可爱，如果你太刺的话看起来它脾气不太好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把它像这样子上面的毛呢
上面的刺呢，给它用顺一点。那就像这样子翻到正面之后，用锥子给它吐，然后我们就要去那个什么，去把它烫一烫，把它烫平。烫平之后呢，我们再来，如果你的那个什么，你的距离感哈，每一个缝缝你都抓得很准，你可以先弄磁扣，要不然你就是像我这样子，最后我们再来把磁扣安装上去哈，就是把这个烫完之后，我再教你们怎么装磁扣，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失败啦。好，我们不要说，因为真的你要说像这么多层这么立体的东西，你要一次说每一层你都叠得这样一丝不苟，有时候是有难度的。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让它的成功率增加。好，所以我们呢先来去烫这个刺的地方。好，我烫完回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两边的这个刺呢，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刚刚那个版型要做的，就是说不要让它很多层在最上方，因为你很多层在最上方的时候呢，这里会太厚了，就是这个角度都不会漂亮。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刚刚的版型在里面，你看它都没有到最上方，所以呢，才能够说保持这个角度呢，尽量还是可以稍微有点尖但是还没有像一层，像这在一层它就会特别尖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版型为什么都要往下修的原因。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两只的正面对正面呢，把它对好之后，我们就来做这个什么磁扣的这个记号线。这样的话呢，你就至少你可以说不用怕没有对齐好呢，然后那个磁扣歪掉，我们这时候就来画磁扣的位置。这样子呢，把磁扣的你看我用铅笔啊，因为我怕那个什么，怕那个用粉土笔你们看不清楚。你这样对到的话呢，你至少就是不会差太远。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把磁扣给固定上去。那如果你说一开始你就先把磁扣都放上去，后来你发现你车的时候好像有点歪了0.5公分，哇，那你磁扣对不起来，然后你又要拆又要干嘛的，缝缝又剪下去了，你那时候你会觉得蛮头痛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比较晚一点再来做记号线也是 OK 的。来，另外一边磁扣也给它放上去。这样会好做很多啊！我们步骤呢，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会好做很多。所以我在做那几只的时候，就是一边在想说，怎么样教大家，让大家的这个完成度会比较高。不要说做到一半，那材料包就放在那边，那真的是很可惜，对不对？你都要白白拢做一半，安尼就唔好。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子这样子把磁扣放上去之后呢，我们就来把这两只刺猬的正反面，这一只刺猬的正反面呢，把它车在一起。好，那我们就会从刚刚的这个缝指点，这个地方，从左边车到右边，这样子把它对齐好。好，把它翻上来对齐好。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把缝缝往上，就可以从缝指点开始把它这只刺猬车一圈，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从这边车还是要从那边车都可以，两边都可以车就是选你喜欢的一头，然后就开始车它。那车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上面的这个布衬啊，跟下面的布衬很大的几率不会重叠在同一条线上，这很正常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一层一层在叠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说它没有在同一个位置上那就是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让它重叠但是万一没有在同一个线上，你们就以一边为主就好了，不用太苛责自己这样子，然后就是再来继续车尖尖的地方。接下来就把底部呢，把它顺着车起来。
那当然你就是跟着这个弧度跑啦哈。它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说，哇，一下子弧度，一下子这个角度，好像感觉很难车哦。但是说真的，这一支车起来，你是绝对有无比成就感，跟拿出去那种人家一看到就会说，哇，你怎么做了一只刺猬的那种爽度，对不对？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好，我们把多余的缝缝剪掉。好，那这个有弧度的地方就是要干嘛？就是要剪牙口啦。好，所以会觉得说，我常常会开发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包包，有没有？就设计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包包。最主要，其实我也是觉得我很想要做看不一样的这种包包的这种感觉哈。不要说每次做出来都千篇一律，一个平平的包包，我就觉得蛮无聊的。那我们一样，好，把那个尖端都要剪出来。然后多余的缝缝呢，也都要把它剪掉，好，就跟刚刚都一模一样啦。那小心一样不要剪到线哈。刚刚你没剪到线，现在也不要剪到线哈。那刚刚如果不小心剪到线的，这次也要小心不要继续剪到线。好，这个没有剪到。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里部呢也车起来了。很快的就到尾声了哈，这一开我一直反复叮咛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做一只刺猬出来啊，不要说就好像好难哦，然后就做不出来，并没有啊，它没有难到那个地步，就是跟着我的步骤一起做就好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的线又掉出来了，真是谢了。发现穿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灯打开，好，看较有。好，那我们这个里部下面就要留反口了，不然等一下翻不出来。所以我们一边从这个上面车下来，另外这边我们就从这里车下去。然后就留一个反口，留一段反口。然后呢，我们这边没有剪牙口没有关系哦。好，来，我们就把它这个磁扣现在连在一起，要把它打开，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咯。好，抓住它的，我是现在是抓住它的鼻子，然后就往外翻。我的电脑在那边叫，它有那种自动干嘛的，都有音效。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把它的鼻子呢往前面推，把它推出来。那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把手从这个反口的地方伸进去，然后这时候你再把鼻子这里的缝缝呢稍微折一下，然后再这样把它推出来，这样你的鼻子就不会太丑。好可爱哦，怎么会这样？这色做起来好漂亮哦，这色是有点豆沙色吗？还是红赭色？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好可爱的这个颜色。然后尾巴这个地方呢，后面这个地方你也是从反口伸进去，像刚刚一样把大拇指伸进去那个尖尖的地方，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这个刺呢推出来，把大拇指伸进去这个洞里面，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推出来。这上面也有一个，好，然后呢，再用这个锥子把刺挑出来。你看，很快就完成了吧？有没有？欢欢喜喜啊！你知道那个有一首歌不是那个陈蕾的《欢喜的贺》吗？那个有人配上那个巧虎的舞蹈，超级搭哦！我前面慢慢切戏，我女儿给我看的，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歌词哈，怂歌无赖又实用，真的是人生就是这样啊。人先嗨嗨母汤，不要太计较。好，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刺猬好了之后，我们现在来做的是把这个袋口呢，如果你不想要把它缝起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压线哈，像这样压线压起来，它的口袋这个袋口比较不会变形哈，比较不会说里部翻起来。那如果你不压的人，你就是去把它烫扁，烫得死死的哈，让它固定，这样子就可以。那如果你跟我如果有要压的话，你就是像我这样子，把这个里部呢往内推，然后呢开始来车这个边缘。好，那下面要把它打开哦，你不要把袋口车在一起，这样你就不能放东西哈。好，我们就这样子往内推，好，然后就可以开始压线。然后这个地方呢，它的缝缝哈，因为一层一层立体的关系，缝缝会在这里面，就要把它往内推。那如果你没有这里没有压线的人，请你手缝把它缝进去，好，把这个小洞呢把它缝起来，这样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样一层。把袋口呢稍微固定一下，这样子你的袋口比较不会说你拿东西的时候啊，那个里布跟着跑上来。好，就这样默默的哈，不要车到下面那一层布哦，你要把它张开来。所以为什么有些不是有些人啊，我有一两只哦就不想压线，我就直接把它直接把它整烫的很平，这样子，好，这样子就好了。那你另外这一边呢也是一样，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只压上面这一层也可以，反正呢你就是想办法，好。你用熨烫的，把它烫的扁扁的也可以。我等一下可以拿那个我没有压线的给你们看，说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你们自己去决定你们要不要压这一道袋口线。那我现在因为是要示范给你们看嘛，有些人要压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把它压起来，那袋口都要张开哦，哈，才不会去缝到下面的布。那就是跟着这个弧度跑。然后就是缝到袋口的这一边，这样子。好，最后呢，这个都缝完之后，我们再把里面的这个里带呢拿出来，把这个反口车上来，这样子车起来。最后我们就只剩下鼻子的部分要缝了。对了，还有鼻子，我都忘记。刚刚本来想要说，就已经大功告成了，结果想到还有鼻子要做。好，这样子呢，至少我们带身本身已经好了。然后磁扣就可以这样很完美的扣在一起，你就不会有那个前后差，对不对？好，我们把里带呢放好。那当然，你最后还是那个尾巴还是要再去整烫一下。好，尾巴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缝鼻子的部分。那鼻子的话就很简单啦，以前我们都曾经缝过那种小圆圆，对不对？我们就是剪一个圆圈，然后把鼻子呢用平针缝。先在它的外围先缝一圈，真的可以做出这么可爱的袋子，我都觉得好棒哦！就人生拢快乐起来，你看在。尤其你是把我这种脑海里的想法，把它付诸实现哈，把它实体化出来，就是觉得更快乐。好，我们这样缝一圈之后呢，塞一点点一小球的棉花，你可以先把这个棉花呢，先把它搓成一小球，那鼻子呢，这个刺猬的鼻子并没有很大，
那你就给它放在中间。哎，好像有点小哎，再给它多一点点啊。然后把它拉紧，好像有点小，棉花有点不够，再给它多一点点。就是自己去微调。如果你要超级无敌小鼻子也可以哦，你就把它那个弄小一点。那如果你要大鼻子也可以呀，谁说不行？对不对？就是你喜欢就好。啊，但是你不要把它刺猬缝成老鼠哎，啊，就怪怪的了。哎，是说老鼠鼻子也没有很大。好，我们这样子说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尖尖的位置来。然后呢，这一圈，好，这一圈就等于鼻子的上面这一圈，所以我们就是顺着它的这个边边哦，开始缝，好，把这个尖尖的地方把它盖住。那缝缝呢，就把它藏在其中，好。缝缝就把它藏。如果有做过小鼹鼠的人啊，应该很会缝这个，因为小鼹鼠的鼻子更小。好，我们之前有一个鼹鼠提袋，好，也是要缝这样子的鼻子。那我们就是把鼻子这样慢慢的绕着一圈缝上来。哎呦喂！然后它就会。你拉紧之后它就会固定在这个尖端。那在缝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缝缝呢往内放，慢慢的缝缝往内放啊，绕一圈，这样子慢慢缝，不用急。好，缝到它整个像一颗球在上面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买材料包的话呢，我们就是连这个一小坨的棉花都会附在里面了，哈，让你们可以把鼻子缝得美美可爱爱的哦。其实那个这种东西就是你缝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可爱啊。你当下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缝得很丑。可是整体耶就是很可爱，所以不用太担心哈。你们不要觉得说我就做不好，没有，就是当然会还是有时候会有做不好，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嘛哈。你要是一次都做得很好，现在就是你在这边教大家，不是我啦，对不对？好，这样就缝得差不多了，然后打个结。然后再把它穿一针出来拉紧，这样你的结呢就会藏在中间喽。然后帮它鼻子稍微塑形一下。好，我们的可爱刺猬完成了，叮咚，对不对？是不是超级无敌可爱的啊？然后再把一开始我们就车好的这个提袋呢，把它挂上来，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刺猬出门去玩喽，是不是啊？那狗嘴啊，真的是每次做一只，然后就说：“这色也很好看的，那色也很好看的。”当然你最后还是要整烫一下。那但先让我这样子展示一下可爱的小刺猬，有没有？看起来全会做勾引，对不对？然后呢，容量其实蛮大的，里面有很大的空间，我手打开都还摸不到左右两边嘞哈。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单滚边口袋，前面呢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快取口袋，所以它有不同的颜色我真的是觉得这种大地色做起来就是真的很美。每一只刺猬呢，感觉都有不同的名字，还有它的个性。这只是深紫色的，它跟咖啡色有点像，但是它是深紫色的。然后土黄色也很可爱，它是那种比较个性比较活泼开朗吗？那当然还有黑色的。那这个你看，手机在里面，这就可以放进来咯。然后里面还有我的小钱包，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这样呢，你出门呢就带钱包、带口红、带什么的，这一咖就已经很足够用了，对不对？那我刚刚说这个没有压线的，找一下没压线的，这只没压线，没压线就会像这样子，它会比较这里会比较蓬一点。
哦，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压线的人，不压就像这样子，那压线的呢就会像这样子，上面会比较扁一点。好，所以喜欢的朋友，如果你喜欢这种特殊的包包，然后又很可爱，然后又很有立体感，哦，然后就是拿出去就是大家的焦点的话，这个刺猬包你们真的是可以做起来。哦，每一只都好可爱哟，每一个颜色都好可爱。做一只给自己，做一只给朋友，哦，再做一只给谁啊？陌生的没有啦，反正就是亲戚朋友，大家那个兄弟姐妹各来一只，组成刺猬家族，这样是不是也很厉害？好啦，总而言之呢，喜欢的朋友怎么样？赶快做起来吧，可爱的刺猬等你来哟，拜拜。